你上去，我走。我们以后真的不能再见面了吗？最好不要见面了。薛光鹏，你干什么？干嘛打人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我打我仗，不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别在这撒野，滚开你！我看见你们这对狗男女我就有气！保安，保安，叫保安干嘛？都别说了。这啥人啊？别跑这儿撒野！说两句。什么？真不像话！好，都走吧，都走吧，都走吧，该上班去啊！哎，都散开吧，都散开吧，都散开吧。啊，什么怎么回事？两个白领为了一个男人争风吃醋呢？哎，吃饱撑的。姐，你说你显得也太没风度了。都还没搞清楚什么事儿呢，当那么多人打我姐夫一巴掌，这可不像你做的事儿。我说你有完没完呢你？姐，其实越到现在这个时刻，你应该对我姐夫更好一点，你这样才能完完全全把他的心拉回来。像你刚才的那样做法，你不是愣把他往贱的怀里推吗？停车！我说这些可都是为了你好。哎呀，你停车你！哎呀，姐你忍一下啊。不让你喝那么多酒，你就是不听。我还是给我姐夫打电话吧，让他来照顾你。哎，你敢去？非常复杂，非常难以判断。对，但是帮忙，你来这儿，好，来，来坐这儿。听听这个案子。什么案子？就那个周明山的遗产纠纷案。周明山。非常复杂。对。哎，是不是那个号称那个劫机大王的周老板？就是那个人。哎，他怎么了？我上回还见过他。死了，车祸，而且没留下遗嘱，只留下2个多亿的遗产。大概多数中国人啊，都没有事先立遗嘱的习惯。哎，不过这也简单啊，依法有他合法的配偶及子女继承就可以了。他有太太吗？有，他们还有一个女儿。那这有什么麻烦呢？麻烦大，你听小林子这个说。这个布告啊，刚刚一登出来，马上就冒出2个女人，自称是他的合法妻子啊，各自带一个男孩，要求继承周家的遗产。明白了吧？人家不但养了2奶，还包了3奶，而且还都有结婚证书。不可能啊，这属于重婚，有关部门是不可能给他这个证的。对呀，我们也是这么认为。这结婚证书我们拿回来一看呢，全是假的，都是花钱买的。可孩子是真的呀。周明山生前领着2个孩子做过亲子鉴定，证明确实是他的骨血。那这亲子鉴定证明白纸黑字，具有法律效力。这老周够绝的啊！这个诉讼是谁提出来的？就是这2个女人和他们的孩子。2奶和3奶。对，现在他们2个人呢是联合起来了，不过我们估计啊，他们的这个胜诉的可能非常小，因为本身这2个女人与周先生的婚姻就是非法的，而我国现行的法律也不支持周明山的这种行为。其实啊，办法还是有的，就赶紧让你的当事人跟孩子做个亲子鉴定，证明孩子跟他们的血缘关系。对呀，这就等于找到了事实婚姻的合法证据，这是个好办法。周家要接触孩子，那就必须接触孩子的母亲，是个好办法。对，不错。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现在
就赶紧按肖大律师的办法办。好，我们马上去办。哎，多谢啊，肖律师。哎，别客气。这个办法。哎呀，行啊，老肖，不愧是拍分解难的高手。行了吧？啊，我现在都一团乱麻了。怎么着？这肖强又起火了？哎，是我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老婆她也太过分了，她有什么权利跑到公司来闹？有什么权利打人？真是没文化没教养，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，我都替你感到惋惜。你在听吗？你听着，一，他不是像你说的那种人，他现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。二，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请你不要再说类似这样的话了。再见。哎，海龟，不识好歹。海伦在不在？他去税务局办事去了。给他打电话，让他马上回来。是，总监。不是，真的假的？你是说叶双他当众打你？哎呀，你没见他当时的眼神儿，他也就是手上没把刀，要有啊，他真能杀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叶双，那是多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呢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看起来他这回真的是急了。对了，明儿那同学聚会我就不去了。那怎么能行啊？你要说叶双不去也就罢了，你要不去，那别人问起来我怎么说呀？哎呀，你编个理由呗，你不是这方面的高手吗？唉，伙计，这谎言有时候还是需要的，真相反倒不总是受欢迎。你倒是痛快了。心胸坦荡了吧？可结果怎么样？麻烦事儿来了吧？哎，肖律师，有人找您。哎，叶涵，姐夫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把我姐送回家，她啊，老魏都知道，没事儿。是啊，你姐现在怎么样？她今天一个人喝了2瓶红酒，吐的那样，我看着真是心疼。现在要紧吗？姐夫，你既然这么关心她，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呢？就是啊，关宝，赶紧回去看看。哎，要不叶涵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好吗？我回不去，刚才公司来电话，简找我有事儿，让我马上回去。哎，他不会找你什么麻烦吗？他找我麻烦我也不怕。姐夫，现在最关键的是你要把我姐先安抚好，这才是第一位的。就是啊，现在关键是叶双，只要你把这头糊了平了，其他的都没关系。行吧，我这就回。走吧。甭管怎么着，得让你姐把这个气儿给出了。咱们快走吧。哎，好，走了啊，老魏。哎。我今儿中午跟我妹妹吃饭，喝了点酒，所以我就直接回家了。可是刚才我一想，我的车还在那儿呢，可是我必须要去接我女儿啊，我正愁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您就来电话了，所以我就求您帮忙了。
这算什么？虚手知道。不过你是不是应该喝杯咖啡或者一杯浓茶，既可以解酒又可以提神，反正不耽误接女儿就行了。也行吧。那好，那我就做主安排了。谢谢毕总。你总是这么客气。想请你吃饭，你说没有时间；想请你出去玩呢，你说没空。今天是你赏脸给我这个机会，我应该感谢你才是啊。您看您怎么这么说？来，别说，您吃点这个。来。喂，请问叶双现在是不是跟你在一起？老小姐，明天出去一下，我们自己去。有事我再喊你。你是哪位啊？你怎么想起打我的电话？我是肖关鹏，叶双的爱人。我从他的手机里查到，他在20分钟前给你打过电话，你们通了1分半钟的电话。我又从我家的电话来电显示里查到，你在10分钟前打来过电话，因此我可以肯定，是你把他接走的。而且，现在他就跟你在一起。我有点急事儿，想跟我的妻子通话，请你把电话给他，谢谢。好，那好。你请等一下，肖律师找你。他找我干嘛？喂。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。用不着，我自己会开车。不是说你喝多了吗？怎么开呀？那也不用你管。那你起码得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，在干什么？我干嘛要告诉你啊？你管好你自己吧。我怎么？你们吵架了？进来。Jane，你找我？关门。你姐脾气不小啊。她今天心情不好，喝了点酒。那你觉得你姐配得上肖关鹏吗？Jane，他们结婚已经15年了。那能证明什么？有的人在一起生活一辈子都不一定合适，可是有的人只要初次见面就会一拍即合。你看看你姐姐今天的表现，哪像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，完全一个小市民。我希望你说话注意一点，那是我姐姐。我知道她是你姐姐，不然我不会跟你说这些。你劝她还是早点跟肖关鹏离婚吧，这样下去，他两个人谁都不会有幸福的。丛芳菲，你有什么资格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？Helen，我提醒你，我叫叶涵，叶双是我姐姐，肖关鹏是我姐夫，他们是让人羡慕的一对儿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他们两个不合适。就从你的出现，你扰乱了他们幸福和平静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是你在他们中间横插了一杠子，你知道吗？你把他们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的。
你还好意思指责我姐？你还让我劝他们离婚，亏你想得出来！我告诉你，你可以炒了我，这份工作我可以不要，我绝对不会干那些卑鄙的事情。还有一点你要明白，我是你的助理，我不是你的帮凶。真痛快！怎么了你？啊，没什么。我刚才跟郑探讨了一下感情方面的问题。啊？你跟他？对呀，怎么了？不可以吗？太痛快了！我终于把我该说的都说出来了。不过，这是有代价的。小伙子，你好好干啊！我走以后，这个位子你就有希望了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怎么回事，豆点？Helen， 通知各部门经理，10分钟以后到办公室来开会。好的，Jane。哎，税务报表取回来没有？给我送过来。还有别的事儿吗 ？No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要走？啊？哎，我刚才拿回来的报表呢？哎，这个是不是？啊。进来。这是税务报表，放那儿吧。人通知了吗？我马上去通知。还有事儿吗？您不炒我鱿鱼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炒你了？跟柳先生我已经约好了，明天下午1点钟，会所的咖啡厅见。好。好的啊。哎，回来了。刚才你姐夫来过电话，我听你接的。嗯，他说什么？他没说什么，就是让你给回个电话。哎，我听他好像挺着急的样子。哎，你帮我通知一下各部门经理，10分钟以后到Jane的办公室开会。好的。姐夫，你找我？是吗？你别着急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姐，是我。你不在家好好休息，又跑哪儿去了？啊？哦，我跟一朋友在外头喝茶呢。哎，我没事儿，我好着呢。行了行了，我一会儿去接。好好好，再见啊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毕总。叶双，你没有把我当真正的朋友。啊，没有啊，毕总。怎么没有？你要是拿我当真正的朋友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你们之间到底出现什么事情？没事啊，毕总，真的没事儿。叶双，我说句心里话，我一向对你非常倾慕，在你面前总是自惭形秽。我知道你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丈夫，所以我从来不会有任何非分之想。再加上我这个人呢，离过婚，我总该有自知之明吧。啊，毕总，您别把自己说那么惨，
那不是那么多女孩成天像花蝴蝶似的围着您转吗？他们怎么能跟你比呢？那群人只是叽叽喳喳的麻雀，而你呢，是高贵的凤凰。抛开这些不谈，我关心你也是应该的，因为你是公司的金牌设计师，还有很多人指着你吃饭呢。你先听我说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站在你身边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，我就为你做什么。这一点，请你千万要记住，好吗？毕总，您喝茶。您放心，我会记住的。毕总，咱们是不是该走了？要不然我会接不上我女儿的。走吧。啊，我在学校等着接萧雅放学呢。不知道你姐什么时候回来？回来以后又会怎么样呢？我说叶涵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你就过来一趟，帮我劝劝他好吗？萧雅她出来了，咱们回头再说啊。爸爸，怎么是你来接我呀？妈妈说她来接我的。你妈她不在家，出去了。我来接你不好吗？不是不好，我就愿意让我爸来接我。那好，上车。爸爸，你和我妈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呀？你妈，她知道我的事儿了。我猜也是这样，谁告诉她的呀？我。你为什么要告诉她呀？我不是说不让你说的吗？难怪妈妈不理你呢。我宁可她不理我，也不能老是瞒着她吧。这对你妈不公平，你说呢？妈一定很生你的气，爸爸，无论妈妈怎么生气，您千万别跟她吵架，好吗？我是不会跟她吵架的。再说，我哪有这个资格？妈妈啊，您是来接小雅的吗？对呀，她早就放学了呀。呀，那我一直没见她出来呀。不会吧？学校里已经没有什么学生了。会不会是小雅的爸爸把她接走了？哦，有这种可能性。那我回家看看去。好吧，那你快回去看看吧。谢谢啊。好，再见啊。别叫了，你妈肯定不在家。你看，车都不在门口呢。好了，你赶紧做功课啊，我去做饭。您行吗，爸爸？没问题呀。我跟你妈刚结婚那阵儿，全是我做给她吃。她那手艺啊，一多半还是我教的呢。是吗？那你就好好表现一下吧，祝你成功。耶！快去啊。
来了，哎，快洗洗，准备吃饭了啊！啊，我把小小接回来了，她在做功课呢。哎，妈妈，你回来啦？你为什么不等着我呀？啊，我一放学就看见爸爸在那儿等我了，我就跟他回来了呀。那你以后还要不要我接你啊？当然要了。那让我接你，你就别理他，知不知道？为什么？你还问？哎，我怎么跟你说的呀？哎，我那么不舒服，我都去开车去接你，可是你呢，不哼不哈的你就跟他回来了，害得我在那儿死等着。这个都怪我，我是怕你事儿谈不完，我又在家闲着，所以就先去接他了。我想跟你说一声吧，可是你手机又没带。你不是会查来电显示吗？电话都打到我们毕总那儿去了，怎么就不能说一声啊？害得我像傻子似的等着。是我的错，我给忽略了。爸爸，你去呀，你快去哄哄妈妈，哄哄她就好了，快去。好，哎，你也别做了，准备吃饭了啊。我马上就来，快去啊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别在孩子面前吵架。我没你那么有风度，也没你那么虚伪。这怎么叫虚伪呢？我们自己的事儿可以自己解决吗？那你说，怎么个解决法？叶双，你别这样好吗？我就这样了，怎么着？你看啊，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。哦，原来你是对我打你耿耿于怀啊？那怎么办啊？那我让你打一下，我让你打，你打呀！妈，小姨来了。爸爸，妈妈，你打谁呀？你怎么想起过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你说你不在家好好休息，还跑出去跟人喝茶。叶涵来了。姐夫，我来看看我姐。哎，跟着吃饭吧，我做的，凑合吃一点。啊，都是你做的？啊。我看看。哎。哟，姐夫，不错呀！你看这菜炒的，这颜色真好看，是吧，姐？嗨。好看有什么用？中看不中吃。是吗？我尝尝。很好吃啊。我尝尝。我这比妈妈做的还好吃。我哪有你妈那本事啊？哎，你们先吃着，我做个汤。哎，不用了，姐夫。哎，没汤的哪行啊？哎，很快就好啊。啊。姐，看我姐夫多好啊！好什么好啊？那都是做给你们看的。其实啊，骨子里坏着。妈，不许你这么说我爸。就是姐，别当着孩子面说这些。怎么了？你以为他那点破事儿，夏夏不知道啊？你看看，啊，这孩子为了他，把手都割成这样了。再想起这件事情，真咬牙切齿的。行了，姐，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怎么了？我骂的不对，我打的不对吗？我从小到大，我一直都认为我很优秀，我也很自信，我甚至觉得我很幸福。可是突然之间，一切却毁了。我的自信、自尊全没了。我觉得我是那么的失败，
怎么了？哎，这又是怎么了？啊？姐夫，你没烫着吧？没有，我没事。哎，你们先去吃饭啊，我来收拾。爸爸，我帮你吧。不用了，宝贝儿，你快去吃去，我一会儿就好啊。他到底是怎么说的？回不回来吃饭呢？他也没说，就说去小张家瞧瞧。小张家好好的，他去瞧什么呀？那谁知道啊？说不定会有啥情况呢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去你的！你就盼着他们出问题是不是？我想也不至于。就凭萧关鹏的精明和小双的明白，他们家不会有问题。不对，你忘了前几天萧雅的手忽然受伤，还有叶寒撒谎的事儿。他们家呀一定有事儿，我有这个感觉。哎，我得给他们打个电话。哎，老太太，你呀，沉住气儿啊，等小寒回来再说，听听他怎么讲，到时候啊。再打也不迟。你现在就问，你想啊，人家就是有问题，能告诉你吗？哎呀，到底能有什么事儿呢？哎，真是叫人不省心。姐，时候不早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你等会儿。我跟你一块儿走。你要跟我走？那怎么了？等着。爸爸，我们也去吗？宝贝儿，我过去看看去啊，别着急啊。我上我妈那儿去住几天，你不用来找我。金叔，那你怎么跟他说呢？你怕了？你怕我把你的丑事告诉他们？那我倒不怕，我就是怕老人着急上火。你爸冠心病，你妈高血压，他们受不了这个刺激的。那我可以不跟他们说。那你自己明明有家，无缘无故的为什么到娘家住去呢？我说你别这样好吗？那我可以去公司住办公室，或者去宾馆租公寓。何必那么费事儿呢？你要是实在不愿意跟我住一起，我可以从今天晚上开始搬到厨房睡去。住在家里毕竟方便一点嘛，还免得你心里老是牵挂女儿。你要是实在不想见我，那我可以早出晚归，尽量避免跟你见面。你不想跟我做饭，我可以自己做，也可以出去吃。如果连这个你都不肯答应的话，那只有一点，我出去住旅馆。我不要你们走，我不要妈妈走，也不要爸爸走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只要你出去。说清楚，爸爸妈妈好商量一下啊。不，我是你们的女儿，也是家中的女儿，我要听你们商量。按理说你们家的事儿，我作为一个外人不应该插嘴，可是我今天得说几句。
们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15年了，难道真的有不共戴天的仇吗？没错，姐夫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是伤害了你，可是他已经知错了，而且还主动向你坦白。你当那么多人还打了他，他回来依然那么关心你，那么照顾你，你还让我姐夫怎么做呀？别说了，叶涵，我做了错事，受到惩罚是应该的。别说，你要是觉得打一巴掌还不解气，那你看，我替你的。小涵，小涵，哎，爸妈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等你呀，这么晚了也不回来吃饭，连个电话也不打。哎，我跟我爸说了呀，我去我姐家了。哎，小涵，你姐怎么样啊？没事吧？没事啊。真没事啊？不对，肯定有事儿。要是没事儿，你干嘛急三火四的去呀？妈，您就别疑神疑鬼的了。我说没事就没事。哎，没事就好。老太太，你多虑了。哼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哼，要时刻保持警惕性。想当初，哎呀，老太太你又来了啊！小涵呐，吃饭了吗？吃过了，在我姐家吃的，还是我姐夫做的呢。啊，是吗？你瞧瞧，我早就说了，这俩人呐，明白人啊。走吧走吧，看电视去。哎，小涵啊，真没事啊？妈呀，真没事儿，回家吧。爸爸，我能进来吗？快进来。什么事儿？我妈洗澡去了。啊，嗯，那你还不赶紧睡觉？快去。爸爸，晚上你睡哪儿啊？我妈要真不让你上床睡，可怎么办呀？我说你呀，真是个小操心。哎，你还怕你爸没地儿睡呀？哎，爸爸，你最好别跟妈妈分开睡。我都听同学说了，这叫分居，不好。可是这得尊重你妈的意见呢。哎，爸爸，妈妈那么好，妈妈也那么漂亮，你为什么还要跟那个姐好呀？她哪一点也比不上我妈妈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是这样。爸爸现在已经非常后悔了，而且，行了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好吗？早点休息。这大恩的事儿自己能解决，啊。爸爸，你答应我，永远也不要跟妈妈分开。我答应你。大哥。宝贝儿，咱不拉钩了，以后再也不拉钩了。爸爸答应你，就一定做到，相信我，好吗？早点睡去吧，啊。
他问我睡哪儿，我说得听你的。那要不我去书房，你好好休息啊。站住！你要是不怕女儿担心，你就去。妈妈，秀雅，你干什么呢？哦，我还没跟你们说晚安呢。妈妈晚安，爸爸晚安。祝你们做个好梦，明儿见。那你可以像以前那样躺在这张床上，但是你不许碰我，知道吗？哎，我知道。睡吧。问你个问题行吗？说吧。明天的聚会，咱们还去不去？想去就去呗。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也就算了。明天再说吧。睡觉。晚安。去叫我妈起来。让你妈再睡一会儿，咱们这咖啡还煮一会儿呢啊！我也想喝咖啡。不行啊，你妈我可是说了，你得多喝牛奶，补充钙质。快喝去吧啊！妈妈。起来了。妈妈，爸爸把早饭都做好了，还给你煮了咖啡呢。谁让他煮了？我今天不想喝咖啡。没关系，果汁行吗？我马上给你扎啊。妈妈，你看我爸对你多好啊。
让你多嘴，牛奶喝了去。生活变了味道，爱情也变了味道。表面看来一切如常，但是感觉已经不一样了。幸福不在，留下的只是烦恼和忧伤。当然了，我千里迢迢的回来，为了什么？不就为了这个吗？好吧，那就祝你们俩破镜重圆。其实这破镜能不能重圆，倒也不一定。哎，你希望我们能够重圆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其实你要是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，我也可以不见你。真的吗？那你这样做，你会甘心吗？算了，说吧，什么时候见？我好说，看他吧。你们俩可真逗，他说听你，你说听他，那就我来安排吧。不过他说需要我在场，你看行吗？什么？哪有这么安排的？这两个人谈话还整出个第三者来？谁是第三者啊？行了，你的事儿不管了。哎 ，sorry， 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就是觉得有点别扭。行吧，你在就在吧。其实我也无所谓，让你知道我们的前因后果、来龙去脉也好。你以为我真的傻到去给你们当电灯泡，听你们说那些肉麻的话吗？我可没那么无聊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听他的口气，好像没有回心转意的意思，只是给你一个最后陈述的机会。你做好思想准备吧。我不怕，大不了还有你垫底呗。嗨，你说什么呢你？Sorry，I'm sorry。哎，你别生气，你还得帮我出出主意呢。我没主意，我姐还等我吃饭呢。松开。喂，哦姐，什么事儿？哦，吃饭啊？好，在哪儿啊？我马上过来。嗨，想什么呢？啊，等谁呀？教官庞啊？我才不等他呢，我等我妹。你呢？等我弟弟。哎，对了，叶双，你妹妹有男朋友吗？好像还没有吧？怎么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
我弟弟从美国回来了，他离婚之后就一直单身。哎，你看哪天我把他带来你见见，你要是觉得合适，咱俩就给他们撮合撮合。我妹主意大着呢，我可做不了她的主。没事儿，没准他们俩一见面啊，还真对上眼了呢。可能吧。行，哪天再说吧。叶双，你气色不太好。是吗？可能最近太累了吧。没别的什么原因啊。叶双，你说咱俩是不是朋友？当然是了。那你就跟我说实话，你和肖关鹏是不是闹矛盾了？是。我都2天没跟他说话了。他的事儿你都知道了？要这么说，你也知道。你说这肖关鹏可真是的，那么个老实人，怎么就干出这种糊涂事儿呢？我觉得责任不能全在他，100%得怪那女的，肯定是那女的勾引他的，不然像肖关鹏这么老实的人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。你呢，也是太天真、太大意、太相信他了，才给了他这种机会。我告诉你啊，这男人啊，你还真得管，不管啊，还真不行。就算我过于的信任他，难道他就应该辜负我的信任吗？他是个成年人，是个男人，要是他不愿意，难道那女的还能强迫他不成啊？有点事儿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这要是我呀，就直接去找那女的，干脆跟她把话挑明了。她要是再纠缠肖关鹏，就对她不客气。可是对你家肖关鹏，那就得另说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亲口承认的。他还跟我说，他跟那女的呀，就只有一次。这不就行了？人家都主动坦白向你交代了，你还不得给人家一个出路啊？可是你说我怎么相信他以后？我怎么知道他说的哪句是真的，哪句是假的？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再骗我？嗨，人家这不是偶尔才一次吗？那《红楼梦》里不是说了吗？哪有猫不吃腥啊？不行，我情感上接受不了。那你怎么办？这日子不过了。问题是，这日子怎么过？姐，哟，燕姐，叶涵来了，你们姐俩聊吧。叶双，考虑考虑我说的啊。走了啊。姐，他让你考虑什么呀？你知道你姐夫跟简的事儿吗？谁告诉你的？他自己。我知道。你也知道。看来所有人都知道，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。真让人受不了。叶涵。哎，你也来了？你怎么也来了？啊，我，这位是？啊，这是我姐。啊，您好。你好。我姐在那边等我，我先过去。啊。好。哎，大伟。快过来。姐。哎。大姐，你跟肖关鹏熟吗？熟啊，我们两家住一个小区。对了，他太太就在那边吃饭呢。啊，刚才我看见了。
见过了。那见着他妹妹了吗？海伦，我们熟得很。是吗？我还说给你们介绍介绍呢。你可免了吧。哎，咱们吃什么呀？我都饿了。着什么急呀？这不人来了吗？你好，人家才来了。大伟啊，你说你有没有可能和叶涵发展呢？哎呀姐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的事你就别管了啊！你真是不知道，那女的真有问题，哎，她竟然勾引人家有妇之夫。你说的，就是他和肖关鹏那一夜情吧？你知道啊？这么多年，他一个人过，也挺难为他的。我想，从感情上，一定也很孤独。啊，况且呢，肖关鹏确实也很优秀。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你不找他算账也就行了，怎么反而替他说话呢？我算什么账？我是人家什么人，我找人家算账？再说了，他有什么义务为我保持贞操啊？要真是怪的话，也应该怪肖关鹏，而不是他。姐，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说呢？我问过姐夫，他跟我说他不爱Jane。那他还跟人上床？上床能说明什么？情和欲是不一样的。我相信姐夫的话，他还是爱你，爱你们这个家。他要是真爱我们，就应该控制自己的欲望。为什么还要出去跟人鬼混？他没有鬼混。姐夫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？而且他向我保证过，他跟Jane真的就那么一次。一次怎么了？一次就不是背叛，那也是背叛。你小点声。再怎么说，这事儿也是姐夫自己向你坦白的吧？还不如永远瞒着我呢。再说了，他能瞒多久啊？连萧雅都看出来了。就我傻，就我那么信任他，我还鼓励他跟那女的合作，我还给他们创造机会。姐，你别出一点事儿就把什么事情都给否了。现在还是应该大度一点。连你也这么说？哎，明明是他背叛了我，还要我去容忍他，还要我顾及他的面子，否则就是我不大度。这什么混账逻辑？